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然若风。今天的视频教程要钩的呢，就是我身上的这件开衫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开衫的花纹呢，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它的钩法呢还很简单。你可以钩任意的长度，还有尺寸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钩这件开衫吧。用到的东西就是毛线，还有钩针。我用的是6.5毫米的钩针，然后缝毛线的针。另外，新手建议准备几个别针。那这个别针呢不是必须的，但是有几个会比较方便。我们看一下我们要钩的这个开衫。那我们要钩一个这个样子的开衫，袖子部分呢我们要另外钩。我们要先钩一个这个形状的主体。那么钩这个主体部分呢，我们要从下面螺纹的部分开始钩。那现在我们就来钩这个螺纹。那方法呢，我们首先来起头。起头的方法是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。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压住前面这节毛线，然后压在下面的部分拉过来，拉过来以后再从下面穿回来。我们把穿回来的这部分给它拉出来，钩针穿过去拉紧，这个头就起好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来钩辫子针。辫子针的钩法是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儿，这就是一个辫子针。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儿。这就是2个辫子针，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花，这就是3个辫子针。那么我们总共呢要钩12个辫子针。12个辫子针钩完，我们看钩针上这个环远远的不算1针，然后这环下来呢有2条线组成了一个像 V 字一样的形状，这是我们的第1针。我们要跳过第1针，来到第2个 V 字，也就是第2针。我们从这针开始呢，钩短针。那短针的钩法呢，是我们把钩针从第2个 V 字穿过去，然后把线钩回来。钩针上有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2个环，这就是一个短针。那新手呢，我建议把我们钩出来的这1针标记出来，我们就拿别针。你看，我们刚钩完的这个 V 字下面，钩上这个环下面，我们又钩出了一个 V 字。那我用别针把这个 V 字这2条线给它标记出来，一会儿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这行的第1针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往下钩，下一针也是一样，到第2个辫子针，钩针从这辫子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针上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2个环。下一针还是一样，钩针从下一个 V 字这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针上有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2个环。然后下一针还是我们到下一个 V 字，钩针从这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全部2个环。就这样，我们这一行每个辫子针上钩一个短针，把这一行钩完。这一行短针钩完，我们看我们第1行起了12个辫子针，然后这行开头的时候呢，我们跳过了一个辫子针。那这行钩完呢，我们应该有11个短针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开始钩第2行。第1行的辫子针它不算1行，它只是基础行。这行短针是我们的第1行，现在我们开始钩第2行。那要钩第2行呢，我们先钩一个辫子针，还是钩针钩住线穿过钩针上这个环，这是一个辫子针。然后钩完这辫子针呢，把它转过来，转过来以后看。钩针上这个环呢，它永远都不算1针，然后钩针往下呢有这2条线组成的一个 V 字，是我们刚钩完的那个辫子针，我们不要管它。然后我们到第2个 V 字，从钩针往下第2个 V 字，这个 V 字呢就是我们前一行的第1针，我们要从这针开始钩，在我们这个 V 字后面这条线上钩短针。你看，钩针从这个 V 字中间进去，从后面这条线下面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上有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2个环，这就钩了一个短针。新手建议还是把我们刚钩出来的这个第1针给它标记出来。建议新手我们用别针把每一行第1针都标记出来，免得找不到。那我就不标记了。然后下一针呢，我们看到下一个 V 字，这条线和这条线组成一个 V 字。那么从这2条线中间把钩针穿过去，然后从后面这条线下面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上有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这2个环。然后下一针也是，你看这条线和这条线组成了一个 V 字，那我钩针从这个 V 字中间过去，
然后从后面这条线下面出去，然后把线勾回来，勾正下2个花，勾住线穿过全部2个花。这一行就是这样，我们在每一个 V 字后面这条线上钩短针，把这一行钩完。看最后一针呢，是我标记的这一针。如果你是新手，最后一针没标记的话呢，你可能找不到这一针的位置，你可能会跟之前跳过的那个辫子针给它弄混。那这儿标记了呢，就很好找了。我把标记取掉，然后呢，在最后这针跟之前一样，正常在 V 字后面这条线上，我们钩短针。那第2行就钩完了，这行钩完呢还是11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每一行钩完都是11针。接下来的每一行要钩的呢，其实跟我们刚才钩第2行是完全一模一样的。那我们每一行开头要先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转过来，转过来以后看刚钩的这个辫子针，也就是钩针往下第1个 V 字，我们不要管它，我们来到第2个 V 字，也就是前一行的第1针。在每一个 V 字后面这条线下面钩短针，就是钩针从后面这条线下面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，然后下针也是一样，在 V 字2条线后面这条线下面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，每针都一样。我们到下一个 V 字，钩针从 V 字后面这条线下面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2个环，就这样我们一直钩到最后一针。新手的话最好把第1针都用别针标记出来。我们这样子一直到把最后一针钩完，然后到下一行呢，开头还是一样的，就是先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转过来，每针钩一个短针，钩完到下一行还是一样，开头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转过来，每针钩一个短针，一直到把它钩完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衣服下摆的那个螺纹。它具体要钩多长呢，取决于你希望这个衣服的尺寸。不好意思，我碰了一下摄像头。那如果你看，就是你要钩的呢是这个整个的一圈儿，所以你取决于你希望这个衣服多大。你可以钩完以后呢，把这个螺纹在身上围一下，看你是希望它大一点宽松款呢，还是说就紧一点，大概就像就刚好围住臀围。然后等这部分钩完呢，我再来讲我们怎么往上钩剩下的这个主体部分。那这一部分钩完我再回来。如果你不记得怎么钩呢，你可以把视频倒回去，我们钩的接下来要钩的全部都跟第2行第3行是一模一样的。我把这个螺纹的部分呢，现在全部都钩完了。你看它是非常长的一条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我就要从这个螺纹往上开始钩主体的部分了。那第1行我们要钩的呢，很简单，看这是我们这一行，现在最后一行螺纹钩完。那我先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竖起来。我们之前不是这样子往这儿钩吗？那我们现在要这样子在底儿上往回钩了。那我们要做的呢，是我们要在每行钩一个中长针。中长针的钩法是钩针绕线，然后我们找一个落针的地方。这是这一行的难点，就是它不像我们之前都是一个一个的 V 字，但是说难点呢，其实它也是最简单的。那往哪落针呢？随便，就是你大概我们看我们钩完的螺纹呢，就是一行是凹回去的，一行是凸出来的，一行是凹回去，一行是凸出来的。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每行大概放一个中长针就可以。那钩针绕线，我比如说在这行凹回去的地方，我在这儿钩针穿过去。你不需要跟我在一样的地方穿哈，只要你在底儿上找个地方能把钩针塞进去就可以。然后把线勾回来，钩针有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，这就是一个中长针。新手还是建议我们把每行的第1针标记出来，免得你看下面这个跟它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免得你回来找不到是这一针还是这一针，我就不标记了。然后往下，我们是凸出来这一行，那我还是钩中长针。钩针绕线，我在这一行找个地方把钩针塞进去就可以，把线勾回来，钩针上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，又是一个中长针。下一行又是凹进去的这个地方，那我还是
钩针绕线，我随便在底儿上找个地方把钩针塞进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。然后下一针又是凸出来这一行，那我钩针绕线，然后找到底儿上找个地方，随便把钩针塞进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。那这一行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们每行底儿上给它放一个中长针，中长针钩法就是钩针绕线，找个地方把钩针塞进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有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。就这样，每行底儿上放一个中长针，我们把这一行勾完。把这一行勾完呢，我再回来讲接下来怎么做。这一行中长针勾完，那为了方便，我就管这一行中长针叫我们的第一行，就是竹帖第一行。你看它勾完以后呢，我们底儿上又都是这种规律的 V 字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勾第2行，第2行呢是相对来说是这开山里头唯一比较复杂的一行。然后这个花纹呢，说是复杂，其实你跟着勾的话也不难。另外，我之前专门出过一个就是用第2行这花纹做的围巾教程，我会把那个链接放到描述或者评论里头。如果你觉得我这个地方讲的还不够清楚的话，你可以再看一下那个教程。那现在我们先在这儿来讲下一行怎么勾。首先呢，我们还是先勾3个辫子针，辫子针还是一样，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是1个、2个、3个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转完以后，我们看钩针上这环远都不算1针，钩针往下的3个 V 字是我们刚勾的3个辫子针，不要管它。然后往下的第4个 V 字就是我们前一行第1针。但是这一针我们不勾，我们这3个辫子针，我们把它看成一个长针，就当这一针我们已经勾过了。那我们直接到这一行的第2针，第2个 V 字，我们在这针勾一个长针。长针的勾法是钩针绕线，我们从第2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现在有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针上还剩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。那我们现在这行，这是3个辫子针，我们当成第1个长针，然后这是我们刚勾的一个长针，我们就等于已经有2个长针了。然后我们要在这个长针上呢勾一个豆子，那这个豆子怎么勾呢？我们钩针绕线，然后看这是我们刚勾的这个长针哦，我们把钩针从这个长针的小柱子后面穿过去，看，从这小柱子后面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现在有3个环，那我们再绕线。然后再把钩针从小柱子后面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现在有5个环，我们再绕线，再把钩针还是从这个长针的小柱子后面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我们看现在有7个环，我们勾住线穿过前6个环，然后现在钩针上还剩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这2个环。那我们现在这个长针上又勾出一个这样的小豆子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跳过下一针，跳过我们的下一个 V 字，再到接下来这针，我们再勾一个长针，长针还是一样的，钩针绕线。我们这儿你看这儿跳过了一针，来到下一针，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。你看现在这样的，然后我们又要在这个小柱子上勾 V 字了，跟之前不是 V 字，勾豆子了，跟之前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。钩针绕线，从小柱子后边，你看，这是我们这个小柱子，钩针绕的线又从小柱子后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有3个环，再绕一次线，再到小柱子后边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有5个环，再绕一次线，再到小柱子后面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我们看现在有7个环，那我勾住线穿过前6个环，还剩了2个环，那我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。看又是一个，在这小柱子上我们又勾了一个这样的豆子，然后接下来呢其实就全部都是重复的，一模一样的。那我再跳过一针，再往下一针呢，我们勾长针，钩针绕线。我们到接下来跳过这针，在这针呢 V 字2条线下边先勾一个长针。长针还是钩针绕线，然后穿过去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，这有一个长针。然后我们要在小柱子上勾豆子，
那就绕线，从这小柱子后边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有3个环。第2次绕线，再到小柱子后面把线勾回来，钩针还有5个环。第3次绕线，小柱子后面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钩针有7个环。勾住线穿过前6个环，剩下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。然后接下来还是一样的，跳过一针，在接下一针的位置先勾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。勾完长针开始勾豆子，钩针第1次绕线，从小柱子后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钩针有3个环。第2次绕线，小柱子后面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钩针有5个环。第3次绕线，小柱子后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钩针有7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前6个环，钩针上还剩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这剩下2个环。那就这样，我们跳一针，在接下来的一针位置先勾一个长针，然后勾完长针呢，再在长针上勾一个这样的豆子。我们就这样呢把这一行勾完。然后如果你觉得我讲的快呢，你可以把这个视频倒回去，或者调整一下播放速度，看一下这一行怎么勾。或者你也可以像我之前说的，就是找一下之前那个围巾的视频看一下。那这一行勾完呢，我再回来讲接下来怎么勾。这行呢，我最后一个豆子勾完，我这儿正好是还剩2针，那我就像之前一样呢，跳过一针，在最后一针呢，我直接勾一个长针。但如果你可能跟我单双数不一样，那你可能到这儿呢，最后一个豆子勾完呢，你就只剩1针了，那没关系，你就不需要跳过这一针，反正我们直接在最后一针的位置勾一个长针。长针还是钩针绕线，我从最后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，这样我们第2行就勾完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来勾第3行。第3行特别简单，我们先勾一个辫子针，转过来，转过来以后还是这个辫子针不要管它，我们从第1行的第1针开始，每针勾一个中长针。中长针还记得吧？钩针绕线，从第1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全部3个环。然后新手还是建议我们用别针把第1针标记出来，我就不标记了。然后钩针绕线到下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钩针有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。你之前已经勾完整整1行中长针了，这一行对你来说肯定没什么难度。钩针绕线，下一针的位置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。那就这样，我们把这一行勾完。这一行勾完，我再来说我们第4行要怎么勾。这行勾到头，我们看最后这个豆子上这一针勾完，别忘了我们开头3个辫子针是我们的第1针。那这一针呢，我们还要再勾一针。你可以勾在这个辫子针里面，但如果辫子针紧的话，勾的比较费劲儿。那我最后这个中长针呢，就直接把这3个辫子针拉开，从这个洞里头把钩针穿过去，然后勾一个中长针，这样勾出来也是一样的。那我们现在第3行勾完，第4行跟我们第3行呢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先勾一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，转完以后刚勾的那辫子针不要管它，我们从前一行的第1针开始，每针勾一个中长针，就这样子给它勾完。中长针我就不用再讲了哈，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勾。那还是我们之前勾这第1针，如果新手的话，建议用别针标记出来。那把第4行勾完，我再来讲下一行，也就是第5行怎么勾。第4行中长针勾完，那我们现在勾第5行，开头还是先勾一个辫子针，然后给它转过来。转完以后呢，还是那辫子针，我们不要管它。在第1针的位置呢，我们先勾一个中长针，中长针的方法就不再讲了。然后中长针勾完，我们勾一个辫子针，然后跳过下一针
在接下一针的位置再钩中长针。那这就是我们这行的花样了。我们接下来再钩一个辫子针，跳过一针，然后再往下一针钩中长针，然后一个辫子针，跳过一针，再往下一针钩中长针。这行就这样，我们钩一个辫子针，跳过一针，然后钩一个中长针，然后再一个辫子针，再跳过一针，然后在下一针的位置钩中长针。就这样，我们一个辫子针，一个中长针，把这一行钩完。第5行钩完呢，我这儿正好钩完这个中长针以后，这儿是我的最后一针，就是我中间没有办法再空一针了，那没关系，我就连着钩2个中长针。如果你正好就是可以最后一针是前头有一个辫子针的话，那当然更好，这没有关系，其实你穿上也不太看得出来的。那我们这一行第5行钩完，然后第6行呢就特别简单，又全是中长针。我们先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，转完以后呢，还是从第1针开始，每针钩一个中长针，就这样子把第6行钩完。然后顺便说一下，就是你之前第5行上头这辫子针，有的如果它比较紧，你钩针这样往过穿费劲儿的话，其实你也完全可以直接就是钩在下面这个洞里。就是说，正常我们不是从这个 V 字2条线下面穿过去吗？如果你现在这样麻烦，你也可以直接从洞里钩。但是我觉得就是钩在2条线下面，这样钩出来的好看一点，所以我就这样子钩讲究一点。如果你嫌麻烦，你也可以直接钩到洞里去。反正只要每针钩一个中长针，那数量不要出问题就可以了。就这样子，我们把这一行钩完。那第6行钩完呢，其实我们一个花样就已经钩完了。那接下来要做的呢，就全部都是重复我们钩过的这6行了。也就是第7行，我们重复第1行，就是全部都钩中长针；第8行重复第2行，就是豆子；第9行重复第3行；第10行重复第4行，就全部这2行都是中长针。然后第11行重复第5行，就一个中长针，一个辫子针，跳过一针，再钩一个中长针，一个辫子针。然后第12行重复第6行，又全部都是中长针。我们就这样子反复重复。那我就不接着往下讲了，因为讲也是跟之前重复的，那没有意义，我也不可能讲得比第1遍更细了。那如果你需要的话呢，就可以把视频倒回到第1行的地方，再看这6行是怎么钩的。那唯一不同的呢，就是第1行的时候呢，我们是钩在了这个螺纹上，然后第7行呢，我们是要直接钩在这个 V 字下面。那其实这个中长针这样子我们也钩过好几行了，没有什么不一样的，就重复这6行。要重复多少次呢？这个取决于你希望这个衣服有多长。这一部分呢，就是从袖口下缘到衣服下摆的位置，你可以一直钩长到脚腕的，也可以钩很短就到肚脐的。那你钩完之后呢，你把它在这个胳膊肘下面，不是胳膊肘，叫什么？胳肢窝下面，你给它围上一圈，然后看这个下摆到你哪个位置。然后如果你满意这个长度呢，那你停下来，我再来讲接下来的这3片怎么钩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先接着往下钩，等到要钩这3片的时候，我再回来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把袖口以下的部分全都钩完了。然后顺便说一下，就是我录这一段离我录上一段中间隔了有1个多星期，因为我生病了。然后我生病的这段时间呢，看我这个图解，这是之前图解，被我女儿拿来画画了。然后我现在重新画了一个，然后就是我感冒还没有完全好，所以可能我声音听起来会有点不一样，就大家原谅一下。然后我们看，我们现在已经钩完了整个这一部分，然后我们要钩的还有这样的3个部分。那这3个呢，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开衫前面的这2片，还有后背的一整片。然后我们重点呢，就是要找到这2个点。那这2个点怎么找呢？首先呢，我们要数一下我们现在整个上缘有多少针，然后把它除以4。除以4以后，我们不要直接拿那个数字来当这2个点，因为我们看我们这个衣服它
是开衫，所以后片是比2个前片加起来要长一点的，就是中间要多这么一段距离。那么这距离多少，你可以自己来掌握。首先我们除以4，除以4以后你不一定能除得尽，如果有余数呢，我们直接把余数放到中间这片来。就比如说我现在总共有90针，那我除以4以后应该是22余2，对吧？然后那我就直接把那个余2放到中间，这个不要管它。那这儿就是22针，但是22针的话呢，还是跟它太接近了，所以我就再从中间减去大概3、4针，比如说，我就大概标记在18针或者19针的位置，那2头都一样。我就比如说我决定18针，那我就在2头，往回数到第18针的位置给它标记出来。然后标记呢还是可以用这样的别针，那就像我们之前一样，或者呢就是我们拿一截不同颜色的毛线，反正只要能找到这一针的位置就可以了。那我开始往回数，那我想我就是标记18针吧。那这是我的第18针，然后可以拿别针给它别住，也可以拿一截不同颜色的毛线，从这一针穿过去，反正你一会儿回来你就能找到这一针的位置就可以了。然后另一头也一样标记，那我先不标记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，18针我觉得有点少，那我19针吧。然后呢，那我就开始从这儿正常的往回勾。勾这部分呢，还是跟我们之前的这些部分一样，就不管你这儿停在哪行，那你接下来就勾下一行，我们正常的往回勾。我看一眼我停在哪儿了，因为我中间不是隔了，应该下行还是中长针，因为我不是中间隔了1个多星期嘛，所以有点不记得了。那就这行就正常，不管你下一行是该勾哪一行，那我们就正常的直接往下勾。看勾到这一针，那下一针就是我标记过的这一针。你看，接下来这针是我标记过的这一针，那我就不往前勾了，我就像之前一样，之前勾完一行的时候一样，那我就直接勾下一行了。那我下一行是这个花样的一行，那我就正常的勾3个辫子针，转过来，转回来，然后就往下勾这一行。就这样子，我们再勾到这头，勾到这头以后，然后再转回来，这样子往回勾，就是其实跟我们勾下面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我们不要勾到最那头，就只勾到我们标记的这一针，就是你勾到这儿，然后就再转回去，这样子重复，跟我们之前的全部都是一样的。然后这个地方要重复多少次呢？其实这个完全可以由你自己来决定，看你希望这个袖子是宽一点还是窄一点。然后你勾完以后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呢放到你肩膀上比一下，看这个袖子的深度，你满不满意？满意了以后呢，就可以停下了。那我再来讲中间这片怎么勾。那这部分勾完我再回来。这一片呢我勾完了，我重复了3次。你也不一定非要重复几次，你可以停在任意一行，只要你满意这个长度就可以。那现在呢，我就可以把这个线剪断了。剪断的时候呢，我们把线头留的稍微长一点，用来之后呢，把它跟这面缝在一起。然后呢，把剪断的线头用钩针勾住，穿过钩针上这个环。那我们这一片就完成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来勾中间这一片，就是这儿有一个标记，然后这儿是我的另一个标记。那要勾中间的这一部分，也就是我们衣服背面的这一部分。那这一部分呢，跟我们之后剩下最后这片是一样的，那我就一次都讲了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起个头，起头的方法还是跟开头一样。是不是光线有点暗？我开个灯。那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，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压住前面这节毛线，然后压在下面的部分拉过来，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，穿回来的部分给它拉出来，
钩针穿过来拉紧，头就起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看，这是我们标记的那一针。然后我们之前不是钩到它的前一针吗？现在我们不管标记过这一针，我们到下一针来。下一针把钩针塞进去，然后勾住线，同时穿过，把这线勾回来，然后穿过钩针上原本的这个环儿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然后呢，那就跟我们之前钩这部分一模一样了。我们现在呢就往下，你看我下一行是中长针，那我接下来呢就从这一针，这是你看我标记的这是我标记的这一针，然后这下一针是我刚才就是把钩针穿过去这个地方，我从这针开始，然后钩一个中长针，然后呢我就每针钩一个中长针，一直钩到我下一个标记的地方。看我中间这部分，这行中长针钩到我这个标记的这一针的前一针，那我就不往下钩了，我就直接钩下一行。然后下一行呢该是这个花样，那我就直接钩下，就是往下钩下一行，钩下一花样。那我钩3个辫子针转过来，然后再这样子往回钩，就是钩这个花样。那其实就跟我们之前钩的最开始那片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就是这回是钩中间的这一部分。那你看我们就这样子，然后再这样子钩回来，钩到这边，然后钩完这行我们就是钩到这个标记前头这儿，然后我们再转回去，就这样子一直重复，就像我们刚开始之前钩的这一片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剩下这部分呢，那跟我们刚才钩的中间这部分也是一样的。到时候我们这中间钩完，把线剪断，就再起一个头，然后还是从标记，接下来这一针把钩针穿过去，然后就开始，接着这儿往下钩，然后钩多少行呢？就跟这边一样啦。你之前这一片钩了多少行，那你中间还有另外这边也钩多少行。那这部分钩完呢，我们衣服的主体就完成了，就该钩袖子了。那把这部分钩完，我再回来讲接下来怎么做。主体部分钩完呢，我们来钩袖子。袖子呢就是一个这样的形状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把它从中间对折形成一个筒。那先钩的呢还是螺纹，就跟我们衣服下摆这个钩法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这个螺纹呢我针数会少一点，不会像衣服下摆那么宽。那首先还是起头，右手握住线头，最后3根手指从后面绕过来，然后把压在下面的部分拉过来，穿回来，然后穿回部分拉出来。这个头你应该已经起过3次了吧，钩到现在，那我就不详细讲了。我们拉紧，然后呢我们先钩8个辫子针，然后呢跳过第一个辫子针，从第2个辫子针开始往回钩短针。这个跟我们开始钩衣服下摆的螺纹是完全一样的，只不过针数少一点。如果觉得这里快的话，那你可以倒到视频开头看一下这部分。那这一行钩完呢，我们应该是有7个短针，然后呢我们钩一个辫子针转过来，转完以后刚钩的辫子针不要管它，在我们前一行的第1针开始，在每个 V 字后面这条线上钩短针，就这样子钩到头，然后再一个辫子针再转回来，在每个 V 字后面这条线下面钩短针，然后一直钩到这个螺纹的部分，跟我们手腕的粗细是一样的，就是它可以松松的让我们手腕一周。那这部分钩完呢，我再回来讲接下来怎么做。然后如果你觉得这部分你不记得怎么钩的呢，那你倒到视频开头看一下我们衣服下面这个螺纹是怎么钩的，只要把针数减少一点，那就是方法都是一样的。那这部分钩完我再回来。袖
口的螺纹部分勾完以后呢，那我们要做的还是跟主体一样，我们先勾一个辫子针，然后立起来，开始在每行底上勾一个中长针。那这部分呢，跟我们勾主体开头是完全一样的，你也可以把视频倒回去看一下，就还是眼睛大概看。找地方在每行上面放一个中长针。第一行这个中长针勾完，那袖子的第二行呢，跟我们主体的第二行也是完全一样的，就是勾那个豆子的部分。那我们3个辫子针转过来，然后第一针就算是被辫子针勾过了，在第二针勾一个长针，然后在长针上勾豆子。因为方法跟主体是完全一样的，在主体的话，你已经勾这个针法勾了无数遍了，那我就不讲了。那我把第二行勾完，我们来说第3行，第3行会有一点不一样。第2行勾完，那第3行呢，我们要增加针数了。方法呢，开头我们还是一样，先勾一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转完以后，在第一针的位置呢，我们要勾2个中长针。那中长针还是正常的，第一针的位置我们先勾一个中长针。勾完以后呢，正常我们不是该勾下一针了吗？那我们这次在同样的位置再勾一个中长针。看，这样这一针我们这一行接下来一行就有了2针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就正常每针勾一个中长针，一直到我们的最后一针。看，记住我们最后一针是在这3个辫子针的地方，不是在这泡芙底上。泡芙底上这是，这个豆子底上这是倒数第2针。那最后这个环里呢，我们正常之前不是勾1针吗？之后我们这儿再增加一次针数，在这个地方勾2个中长针。看，那第3行呢，我们就开头和结尾各增加了1针。然后呢，第4行和第5行呢，又跟我们衣服的主体一样，第4行就每针勾一个中长针勾回来，第5行就是一个中长针，一个辫子针，然后下面空1针，再一个中长针，一个辫子针，空1针，就这样子，第4行、第5行勾完。那我再来说第6行。第5行勾完，那接下来第6行呢，我们又要增加针数了。那还是开头我们先勾一个辫子针，转回来，转回来以后，正常第一针我们不是勾一个中长针吗？那这次呢，我们要在第一针的位置勾2个中长针，一个中长针勾完，同样的位置我们再勾一个中长针。你看第一针我们勾了2个中长针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正常每针勾一个中长针，一直到最后一针。我第6行还剩最后一针的时候，那我还要增加针数，在最后一针我勾2个中长针，一个，然后同样地方我们再勾一个中长针。那第6行也勾完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重复我们的1到6行。第一行呢就是每针一个中长针，第2行呢都是这个豆子的花样。第3行呢是开头和结尾各增了1针的中长针，第4行呢又是每针一个中长针，第5行呢是一个中长针一个辫子针，然后第6行呢又是开头结尾各增加1针的中长针。那这个重复呢，一直到我们袖子这个宽度，等它对折起来以后，跟我们衣服留的这个袖子的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这个的深度是一样的以后，那我们就剩下部分就不需要再增加针数了，就像我们衣服主体一样，就重复我们衣服主体1到6行，就还是这样的6行，只不过第3行和第6行不要增加针数了。那就这样的袖子我们要勾2条，把袖子勾完，我再回来讲接下来怎么做。现在呢，主体部分我全部都勾完了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在肩膀的地方给它们缝在一起了。我用这个缝毛线的针，把之前不是这线头留的长了一点吗？
我把这个线从这个针上穿过去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把两边缝在一起了。那方法呢，其实就跟我们缝衣服一样。这面呢，这是我的习惯哈，我这面从2条线下面过去，然后对面我们找到第1针，然后从1条线下面过去。你也可以两边都只过1条线或者2条线，这只是我习惯的方法。这个没有什么一定的，就是看个人习惯，只要能把它们两边缝在一起就行了。接下来也是一样，这边的前片的第2针2条线，然后后片的第2针1条线，就这样子来回给它们缝在一起。都缝好以后，我们把在最后这针就是可以多来回穿几次，确保它比较牢固。然后呢，多余的线头我们藏到我们缝过的地方来，就直接用针把这个毛线照我们缝过的地方穿过去就可以。然后多余的线头就可以剪断了。看，这样就缝在一起了。那这边也是一样，这个呢是钩好的一条袖子，然后我们现在呢，首先要把它的两边缝在一起。那我还是另外拿一条线，我先给它起一个头。起头的方法还是跟开头一样的。然后呢，我找到开头最下面的第1针，你也可以从上头，反正我们找到第1针，钩针穿过来，然后像引拔针一样，就是把这个线勾过来，再勾住它，穿过钩针上的环儿，然后勾住这个线，从这个穿过来，我钩针就取下来了。然后呢，就又开始把两边缝在一起的，就跟我们之前把衣服肩膀缝在一起的方法是一样的。那这边我还是按我的习惯，这边第1针，V 字2条线下边，然后对面找到第1针，我从一条线下面过去。你也可以用，就是两边都穿2条线，或者两边都穿1条线，这只是我的习惯。然后就这样，这面第2针，对面的第2针，反正只要你对齐就可以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。就这样子一直来回，把整个袖子都缝在一起。那缝在一起之后呢，我再来说怎么把它跟衣服主体缝在一起。现在呢，我袖子已经整个缝在一起了，然后这是我之前留的一条线，就是这线头故意留长一点，用来跟衣服主体缝在一起。这是衣服这个袖口的地方，然后这是我之前标记的这个点，那我就还是用这个缝毛线的针，从我标记过这个地方开始，那我标记就可以取掉了，从这一针开始。那就把两边往一起缝，这其实跟之前缝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就是你要确保两边对齐就可以。这样反正把这一圈都缝起来，然后另外一条袖子也是一样。现在呢，这个衣服已经基本上完成了，然后呢，我又勾了一个这样的螺纹。这个螺纹呢，就跟我们袖子还有衣服下摆这个螺纹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已经勾过3遍了，那这里就不再讲了。再勾一个这样的螺纹，然后给它缝到衣服这个前面这个边上来，然后另外呢再勾一条缝到这面，那么这2个螺纹缝上来，今天这件开衫也就完成了。